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6年来，我的丈夫始终如一的每月给予他的前妻和孩子抚养费，这份责任我理解并接受。但如今，他突然提出一个令我愕然的请求，他想在房产证上增加他前妻的名字。更令我难以接受的是，他口中亲昵地称呼前妻为露露。我惊愕不已，不解与疑惑涌上心头。你能给我一个解释吗？我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。我与丈夫虽是再婚，但我们的感情一直深厚而稳定。也许正是岁月的磨砺，让他变得更加细腻周到，情绪平稳。相亲时，他的沉稳与体贴便深深吸引了我。我从未介意过他的过去，因为我们都有着自己的故事。婚后的我，在外人眼中无疑是幸福的，有深爱我的丈夫，优渥的家庭条件，公公与丈夫共同经营的公司也为我们带来了不菲的收入。但我不仅仅满足于这些。作为一名外科医生，我有着稳定的工作和可观的薪水。作为家中的独生女儿，我更有父母坚实的支持。现在这栋别墅也是我父亲赠予我的，丈夫仅仅支付了装修的费用。然而现在，他们却提出了这样的要求。我性格温和，尊重长辈，但我也有自己的底线。这栋房子对我来说意义重大，我绝不可能轻易放弃。丈夫高燕似乎并未察觉到我的不悦，他满怀期待地望着我。小欢毕竟是我的儿子，为了他能上个好学校，我们需要把露露的名字加到房产证上。你也知道，露露现在买不起房子，婆婆也急切地表示支持，加个名字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这件事我做主了。公公也在一旁点头附和。露露和小欢母子俩确实不容易。依我看，不仅要把露露的名字加到房产证上，我们家房子也大，干脆让他们搬过来一起住算了。丈夫听到公婆这么说，脸上露出了难以掩饰的喜悦，而我却感到莫名的失落与困惑。他们期待的难道是一家5口的团聚？那我又该如何自处？妈，既然这样，你和爸一起去买些生活用品，将2楼收拾出来给他们娘俩住。我这去一趟露露那，尽快将他们娘俩接过来。我丈夫有条不紊的安排，完全忽略了我这个妻子。此刻，我竟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外人。我看着老公一家3口，默默回卧室帮他们收拾好行李，看着公婆和丈夫一起出了门。我冷笑，将打包好的包裹全部丢到了大门外，拿起叫人顺便换了大门的指纹锁。既然这么可怜前妻和孩子，那就滚去和他一起租房子住吧。走进屋里，我心情大好。既然他们无视我，我绝对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自结婚以来，我父亲在业务上帮扶了我丈夫很多，可以肯定的是，如果没有我爸的扶持，他那个公司早就支撑不下去了。我只同意让公婆来这里住，那时我并未识得他们的真实嘴脸。我真的以为真心可以换来真心，没想到这么快，现实就给我了一巴掌，打得我猝不及防。1个小时后，我丈夫的车就到了门口，同他下车的是他的前妻和儿子高欢。他们看上去才像是完美的一家3口。我坐在院子里，笑看着高燕一遍又一遍地刷指纹开门，结果可想而知。我换了锁，他怎么可能刷得开？梁初，锁坏了吗？快来帮我们开门！高燕在铁门外伸长脖子唤我。我摘下耳机，从躺椅上坐起来，扬起嘴角，一步一步向他们走去。这几步，我将我丈夫的前妻打量一遍，确实挺有气质。
但是他眼中的莫名的自信和冷傲让我非常不适。梁初，快帮我开门呀！露露和小欢坐车也累了，需要快些进屋休息。指纹锁我换了，我语气平淡，我竟丝毫不生气。自始至终，我丈夫都没有发现我极力隐忍的情绪。怪不得有人说，不在乎的人，哪怕你死了，别人以为你是睡着了。换了，那快告诉我新密码呀！我丈夫催促着。而一旁的张露露算是看出来了，环抱着胳膊，阴阳怪调地看着我丈夫高燕说道：“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？这明摆着就是不让我们娘俩进门。”高燕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说都和他说好了吗？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吗？我看着这个厉害的女人，三言两语就表明了她的立场，又巧妙地离间我和丈夫。看来我还不能小看了眼前的人呢。你哪里是什么孤儿寡母？我可是小欢的爸爸。我丈夫高燕迫不及待地纠正。看来他还真的很在乎他前妻的感受，哪像我，到现在从始至终都像个透明人。梁初，赶紧开门！我丈夫有些不耐烦了，再次开口催促。我伸手指了指门外一旁的行李，扬起嘴角，笑盈盈地说道：“高燕，你是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吧？你们一家人的东西都在哪？都拿着，赶紧滚！”我语气出奇的平淡。我看着我丈夫的脸色开始慢慢变得严肃起来。梁初，为什么？我好笑地看着他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呵呵，高燕，你还真是搞笑啊！居然问我为什么？我就勉强浪费唇舌告诉你吧，这房子是我的，不可能加你前妻的名字。既然你们那么关心你的前妻和儿子，那就和他一起租房子去吧，我绝不耽搁你们享天伦之乐。此时我那好公婆恰巧回来了，我的话他们也听到了。我婆婆立刻抬起脚跑了过来，就连她常年的风湿腿病也突然好了。干什么？谁不让我大孙子进门？此时的婆婆一脸凶狠，她这张脸我从没有见过。自结婚后，她虽然有时候说话有些不中听，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慈眉善目的。没想到现在如同一条护犊子的狼，冲着我展露锋芒，恨不得随时撕碎我。妈，早知道我就不带小欢来添乱了，我们这就走。一见我婆婆出现，我丈夫的前妻立刻变得娇弱不堪，哭哭啼啼，还故作阵势的要拉孩子离开。看她这架势，她想要鸠占鹊巢的想法不是一天两天了。露露，你们不能走，哪都不要去，这里是我儿子的家，我和你爸还没死呢，这个家我们说了算。婆婆一边说，一边恶狠狠地瞪着我。我公公更是心疼地将他的孙子小欢抱在怀里。爷爷带小欢回家以后呀，我们欢欢和妈妈就不走了。那太好了，让那个凶阿姨走，是她抢走了爸爸。小欢才几岁，她能说出这样的话，很明显是有人告诉她这么说了。我看向张露露，她的眼神迅速躲开了。梁初，赶紧开门！露露和欢儿都是自家人。公公抱着孩子又向门前走近了些，我冷冷地看着他们恶心的嘴脸，忍不住讽刺道：“一家人，你儿子若是想和他张露露复婚过成你家人，我成全他，但绝不是在我的地盘。”我嫌膈应。梁初，你怎么对我爸说话呢？我的丈夫在袒护完他的前妻，又开始袒护他的父母，真是不遇事看不出人心呀。高燕，你看你把他惯的，这个家就是你的，你还能让他一个人霸占了不成？我婆婆在一旁挑唆我丈夫，果不其然，我那要面子的丈夫恼羞成怒，直接隔着栏杆跟我叫嚣：“梁初，我好言好语你不听是吧？别自找难堪，赶紧开门！我和露露都不会计较今天的事，
大家和平相处。高燕，你他妈的有脸说和平相处？她是你前妻，我才是你老婆，你想三人行吗？真让人恶心。想和平相处，你们都滚他租的房子里去相处去，别脏了我的房子。我忍着恶心说出这番话，没想到我那婆婆不乐意了，直接坐在地上开始撒泼打滚。家门不幸啊，可怜我们老少被恶媳妇赶出门喽，好狠毒的女人啊，自己生不出蛋还阻止我们接孙子过来，天理不容啊。我冷冷地看着恶心的婆婆，满口喷粪，竟然骂我是生不出蛋的母鸡。我气得转身走进屋里，看了一眼厨房里的泔水桶，拎起来再次走了出去。高燕看着我不明所以，但还是带着警惕的口吻问我：梁初，你要干什么？我瞪了她一眼，不予理会，隔着栏杆扬起泔水桶，直接朝着婆婆泼去。因为距离近，烂菜叶和脏水直接不偏不倚的全部泼到了我婆婆身上。啊！梁初，你个天杀的！老太婆一声尖叫，直接从地上跳了起来，那脸上头上还挂着烂菜叶，样子十分狼狈。我忍着笑，好心提醒她，再满嘴喷粪，这泔水就是要灌进嘴里了。梁初，你太过分了，那是我妈。我丈夫高燕恼怒地指着我，就连公公也盛气凌人地朝我吼道：梁初，那可是你婆婆，你还是高知识分子呢，也太不尊重老人了。我淡淡地看了一眼气得吹胡子瞪眼的公公，指责我的时候想起来我才是他们儿媳了，不过我才没工夫跟老人一般见识，倚老卖老的让人憎恶。我冷冷地看向我的丈夫高燕，反问道：高燕，那确实是你妈，她有什么资格谩骂我，再对我撒泼谩骂？我再泼的可就不是泔水了。许是我眼中的狠厉让高燕有所畏惧，她的语气软了许多，带着哀求的口吻开始和我说话：梁初，你看露露和小欢这么多年也吃了很多苦，我只想让我的儿子能进好的学校，难道这点要求过分吗？我看着高燕哭丧的脸，突然觉得好陌生。高燕，你心疼你儿子，大可自己给你儿子买房，想加上你前妻的名字就和我离婚，跟他复婚就可以，但是把主意打到我的头上，门都没有。此刻还谈什么夫妻情分，都算计到头上了。我的丈夫现在口口声声说前妻不容易，却丝毫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。这样的人不赶他走，留着过年吗？梁初，我没想过离婚，我只是为孩子考虑，你能不能体谅一下我这个当父亲的心情？看着高燕还想维护自己的好丈夫、好父亲形象，不知道是他演技太过拙劣，还是智商真的不够用。我理解不了，现在拿着你们的行李走。我没有半点耐性听他们在这里胡诌，凭什么赶我们走？要离婚，这房子也得有我儿子一半。你个小狐狸精还想独吞？做梦！敢用泔水泼我，我现在就要去你家，问问你的父母还管不管了。我倒要问问他们怎么教育出来的闺女。儿子，走，我们去找他父母。我不信他们也胡搅蛮缠。看着我婆婆张牙舞爪的样子，我真想录个视频发在网上供别人娱乐，丑陋至极。我丈夫此时再次看向我，他的双手死死抓住栏杆，看着那骨骼分明因为太过用力都泛青了。他咬着牙，目光寒冷地再次问我：梁初，你当真不给我们开门？我轻笑着点头，绝不会开门。我刚说完，高燕冷笑不止，指了指我威胁道：梁初，今日之辱我会加倍讨回，都是你逼我的，随时恭候。我看着她毫不畏惧，我看着婆婆骂骂咧咧地将行李极不情愿地往高燕的车子上搬，就连公公和高燕
也去帮了忙，而我丈夫的前妻张露露竟然还站在我的面前，目光不明所以地看着我。我饶有兴致的也盯着这个女人看，没有达成所愿，她定是很失望吧。见我也盯着她上下打量，这女人不悦地哼了一声，牵起她儿子的手，愤然转外。我知道他们会去找我爸妈，所以我提前给老妈打了电话，简明扼要地说了事情的经过。他们疼我入骨，更何况这件事情于情于理我都没有做错，所以高燕带着一家老小去我爸妈家哭诉的结果可想而知。被我父母几番说教，他们只得灰溜溜地离开了。第二日，我还没有出门上班，我那恶心的婆婆带着公公再次来到了我的别墅前。梁初，你给我开门，有什么当面说个清楚，躲起来算什么事？我正好准备出门，听到他的公鸭嗓子，我心情瞬间不好了。我躲他，他也配？一大清早就在我门口叫唤，吃饱了撑的是吗？我开口讽刺，这种时候想让我好言好语难，尤其是对付我婆婆这种欺软怕硬、两面三刀的人。梁初，你说谁是狗呢？没有教养！恶婆婆跳起来指责我，我笑笑，看着她那张凶神恶煞的脸，慢条斯理地说道：“您活了这把年纪，还知道什么是教养啊？还真是稀奇。我的教养也是给懂得礼义廉耻的人，您这辈子算是没这福气了。”我婆婆气得双目圆瞪，哆嗦着嘴唇，酝酿半天，也不知如何反驳我。你，梁初，再怎么说，你和高燕还没离婚，她还是你的婆婆，你怎么能这么侮辱婆婆？太不像话了！以前是我们瞎了眼，怎么娶了你这么个胡搅蛮缠的儿媳？家门不幸啊，家门不幸！我公公黑着脸，一边说教我，一边追悔莫及。我一听就不爽了，这是替他儿子后悔娶我进他们家大门了。我霸气地指着为老不尊的公公，大声质问：“怎么，您这是巴不得高燕现在和我离婚吗？行，我马上给他打电话，必须今天跟我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，离就离。你吓唬谁呀？我儿子没有你会找到更好的。你以为你梁初有多能耐？”恶心婆婆再次跳起来同我叫嚣，看着他们两个一唱一和的同我叫板，真是跳梁小丑，不自量力。我是没有大能耐，至少比他们那优柔寡断的儿子强多了。就他那个公司，若不是我的父母和我的人脉帮衬，就他根本经营起来，表面上是一个风光无限的总裁，那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还是我的。看着无知又愚蠢的公婆，我都懒得同他们理论，拿起手机拨通了我丈夫高燕的电话。高燕，你给我听好了，马上回来同我去把离婚手续办了，还有梁你父母从我家门口请走。我这不需要哼哈二将。而电话那头还没等高燕开口，我就听到了她前妻张露露的声音：“快吃饭吧，这几日还要跟那母夜又斗，保持体力。我去他姥姥的，现在就迫不及待将我赶走，重新回到高燕身边喽。高燕，请你转告你前妻，像她这种白莲花都不配与我争。你高燕，我现在就觉得脏了恶心，只配进垃圾桶的粪。”骂完了，心情真是舒畅。见我挂断电话，我那恶心人的婆婆拿起手机就给她儿子打了过去：“儿子，和他离婚，可别忘了分家产，所有房产必须平分。”“不对不对，全部都得是你的。是他梁初下不了蛋，生不了孩子，只能净身出户。”我无语，这法律什么时候是老太太颁布的了？真是蠢得可笑。见我不怒反笑，老太太一脸得意：“怎么样，害怕了吧？我告诉你，梁初，你现在给我磕头道歉还来得及，乖乖的把露露名字加到房产证上，
我会考虑原谅你对我的无礼。我被恶心婆婆的话逗笑了，当真是好笑呢。我建议您让高燕给你买个镜子，回去好好照照。你这话说的，我都以为您这辈子都不知道自己高矮胖瘦。我的讽刺让恶心婆婆脸色很难看，她指着我愤怒地说道：“真是不知好歹，那就等着被我儿子赶出家门吧，到时候别来哭着求我就行。”我瞥了她一眼，淡淡地说道：“那就好好看看哭的人是谁吧。”此时，我丈夫的车到了，他再次带着他的前妻和儿子来了，真是不要脸，让我感到恶心。我强忍着怒气，看着他们走向我。你想清楚了，离婚是吗？我丈夫开口，貌似在等我后悔说不。这是你的户口本和身份证，走吧。我将户口本和身份证透过栏杆丢在了我丈夫的脚边，他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。弯腰捡的瞬间，看我的眼神闪过一丝狠戾。走吧，还等什么？我时间紧迫，别浪费时间。我丈夫语气淡漠地开口：“时间紧迫，要是你的公司都没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忙什么。”居然说我浪费他时间。我打开门，还没反应过来，我那婆婆就抽空闪了进来。我脸色一沉，看着高燕命令道：“请把你妈请出去，别让我说第二遍。”没想到我丈夫理直气壮地说道：“梁初，我们还没离婚呢，我爸妈自然有权利在这里待着，包括露露和小欢。”这一刻，她的嘴脸竟然和婆婆的完全复制了。我还真是小看了基因的强大，哪怕是这种死皮赖脸都传得青出于蓝胜于蓝。对，这婚没离，财产还是我儿子的，就是离了，那也是你净身出户。我婆婆得意到扭曲的脸，张着血盆大口同我叫嚷：“露露、小欢，你们快都进来，我看谁敢赶走我们。”看着张露露趾高气昂地走进来，我眯着眼，将他们所有人的嘴脸记在了心里。走着瞧吧，今天你们如何进来，到时候就如何滚出去。愤怒之余，我将所有卧室不动声色的全部锁上了。他们现在即使进来，能活动的无非是客厅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尤其是看清了他们的秉性，我更要小心提防了。和高燕的离婚手续办得很顺利，她做梦都没有想到我提前找好了律师，所有的房子车子都是属于我的婚前财产，而她高燕唯一得到的就是他们家出的装修费用。装修费我转给你，手机拿出。我不到2分钟就转了账。高燕抿着嘴，从办手续到现在，她愣是闷声不吭，没有说一句话。我理解她的心情，本以为我会傻傻的同她平分财产，她做梦都没有想到，离婚后她自己竟是一场空，而且还有更让她意想不到的大礼我还没送她呢，那就是她现在拥有的公司。我可是持有最大的股份股东，随时都能让她滚蛋。只不过现在我就是要让她后知后觉，等她自己发现一无所有时的那张惊恐后悔的脸。钱你也收到了，回家告诉你爸妈，还有你那不容易的前妻，请从我的房子里搬走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我看着脸色惨白的高燕提醒道，她抬起眼皮，不卑不亢地看着我说：“梁初，我希望我们好聚好散，请你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请尊重一下我的父母。”变脸挺快，高燕，别拿这些伦理道德说教我，尊重都是相互的，你父母不懂，我觉得你应该略懂1、2吧。还有就是，我们并不是好聚好散，是你们一家人逼着我走到今天的地步，你承不承认事实都摆在眼前，所以更别指望我能够大度。我可以对我善良的人掏心掏肺，同样也可以对我心存恶意的人睚眦必报，这就是我的本性。江山易改，
本性不移。高燕的嘴唇蠕动了几下，但最终没有说出半句话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我不悲不喜。原来不值得的人，连伤心都没有。这一晚我并未回家，我给高燕时间去与他家人交涉，同时我联系了律师，将我前夫高燕的公司股权准备清算变卖，同时又查了所有的公司账目。说好的给他一份大礼，自然要亲力亲为才好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回了家，与我预想的一样，他们果然还没有离开。我一进门，便看到了垂头丧气的公公蹲在门旁抽闷烟，而我那恶心婆婆正坐在沙发上哭丧着脸，那脸上还有未干的泪痕。同样，我的前夫高天佑正在极力同他的前妻在解释什么。见我进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到了我的身上。本以为婆婆会跳起来同我理论，没想到她见我后，竟然张开大嘴嚎啕大哭起来。我命苦啊，生了个窝囊儿子，被人算计了呀！哭哭哭，哭还有什么用？我的前公公一声吼，顿时让老太太闭上了嘴巴，硬是抽噎着憋住了声音。我没有理会他们，而是走到高燕面前质问：怎么给你们1天的时间还没搬走？哎呀，我老婆子活了一辈子，白活了呀！让一个小妖精扫地出门，我没脸活了呀！我死也要死在这里，我不走！身后的老太太嗓门更大了，还真是老泼皮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高燕，你到底跟你妈怎么说的？这个房子的装修费我1分不少的已经转给你了，你们高家家境也算殷实，没必要跟我演这一出吧。我非常鄙夷现在的高燕，真成了他妈口中的窝囊废。梁初，我们能好好谈谈吗？高燕开口，眼中带着哀求。我和你还有什么好谈的？我们都离婚了，财产分割也是经过律师和法院公证的。你有异议可以起诉，但没必要跟我谈，我才不在乎他的感受。说话也是露露戳心，毕竟是他们家不仁不义在先。哦，对了，你最好也找个律师，公司股权的事我们也得谈清楚了。我话音刚落，我的前夫高燕竟然连连后退了几步，满脸不可以置信地看着我。梁初，那公司虽然你是最大的股东，但这几年可都是我辛辛苦苦奔波管理的。他的双眼猩红，语气极度的不甘。高燕，你未免也太幼稚了。你看看，你哪一家合作的公司不是我爸推荐的？我现在就是大度的把公司给你，你衡量清楚，没有我爸和我的人脉关系，你撑得了几时？我看着高燕的脸色一阵白一阵青，那紧握的拳头在极力隐忍着她内心的情绪。此时，我那哀嚎不断的前婆婆也彻底闭了嘴。到现在，她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。燕儿，老太太走过来，试探性地叫了一声高燕，企图得到她的点头或是否定。然而高燕大声一吼：闹！你们都闹够了吧？这样的结局你们满意了吗？高燕愤怒地看向她的母亲，又转脸看向她的父亲和他的前妻。你这是在怪我了？自始至终我说什么了？你口口声声为了花儿，我让你离婚了吗？张露露直接甩了脸子，不依不饶，将高燕对得哑口无言。而我那好婆婆此时却安静地出奇，但是她脸上的懊悔是藏不住的。半晌，她老太太抹着眼泪委屈地说：我也不知道会是这样啊。我老太婆不懂离婚什么法律，但你不懂吗？说着说着，我这好婆婆竟然将责任都推得一干二净。我看着高燕无可奈何的脸，心中很是开心。妈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我的公司也等着完蛋吧。爷们高家都完了，成了穷光蛋了。高燕额头上的青筋暴起，
扯着嗓子冲他妈嘶吼。此时哪还有什么母慈子孝，就差点没有狗咬狗了。老太太一听完高燕的话，直接翻着白眼晕了过去。看着他们忙乱一团，我只是静静地看着。过了好一会，那老太太嗷了一声，被捏着人中醒来了，嘴里还不停地哼哼，看样子还很是不舒服的样子，还不赶紧送去医院。我这里可不想成为凶宅，我好心提醒。那高燕的眼神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了。她厉声言辞地冲着我吼道：“梁初，我们虽然离婚了，但你怎可诅咒我妈？她即使不是你的婆婆，论年纪也算得上你的长辈。不，都是我老婆子错了，我错了。梁初啊，原谅妈妈糊涂好不好？你和高燕好好过日子，不离婚了成吗？”突然，老太太挣脱了张露露的搀扶，跪爬着到我面前，拉着我的手忏悔不？真没想到，这现实这么快就让她改头换面了。可惜了，我这个人既然看清了恶人的嘴脸，绝不会菩萨心肠。因为从小我就知道农夫与蛇的故事。妈，您可是高燕的妈，我可没这福气呢。我这儿庙也小，供不了你们家这几尊大佛，请尽快离开这里吧。我抽回手，俯身看着老太太。老太太泪眼婆娑地看着我，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。她那宝贝儿子高燕也是愣住了，大概她也没有想到我会如此的决绝吧。露露，快扶咱妈起来！愣了半天的高燕才缓过神来，命令着张露露将老太太扶起来。而此时的张露露脸上虽然不显，但我相信她的内心一定是欢呼雀跃的。她终于还是等到这一天了。高燕的公司若是没有了我爸的帮衬，必定是运营不下去的，这一点她比任何人都清楚。而现在她只需静静地等着高燕的公司破产，然后再顺其自然地收留高燕，顺便好心地帮她照顾她的父母。从此，高燕便是她张露露手掌心的孙猴子，再怎么翻也翻不出她的五指山了。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只不过我梁初可不是软柿子，想踩着我上位，门都没有。高燕，给你们1个小时的时间，从我的房子里消失，否则我会亲自将你们的东西一件件丢到马路上。我下了最后通牒，我的忍耐也是有限的。梁初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高燕咬牙切齿地看着我。高燕，这句话我同样送给你，希望你们高家日后好自为之，别再动什么歪心思，因为有些人不是你们能够惹得起的。我的话说完，他们所有人的脸色都变得很难看，但我并不在乎。1个小时很快便过去了，他们也识趣地离开了。看着恢复清静的别墅，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联系了律师，将高燕在我爸公司所有的合作全部解约，同时我也将高燕公司我名下的所有股份全部抛售。高燕的公司本就是一个空壳公司，这几年若不是我爸一直在背后帮衬，他的公司早就运营不下去了。而现在我直接撤资撤股，同时还断了与他的所有合作。他的公司不出2个月必定倒闭，而我爸那边，我也已经提前打好了招呼。商场如战场，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，这一点我还是很清楚的。事情解决后，我给自己放了1个长假，好好的出去旅游了一番。这期间，高燕给我打过无数的电话，但我一个都没有接。他的公司破产倒闭，那是板上钉钉的事。现在给我打再多的电话，也是无济于事。1个月后，旅游结束的我刚下飞机，竟然看到了我最不想看到的人。高燕和他的父母竟然等在机场大厅，看我出来，他们立马上前将我围住了。梁初，
你救救高燕的公司吧，我求求你了。我那钱婆婆一见到我就扑通一声跪在了我的面前，声泪俱下的哀求。而高燕也是一脸憔悴地看着我，眼中带着祈求。看着他们这副穷途末路的样子，我竟然没有感到一丝的快感。高燕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？当初若不是你们一家人苦苦相逼，我们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我看着高燕，语气淡漠。梁初，我知道错了，只要你肯帮高燕度过这次难关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老太太继续哭求：妈，您这是干什么？赶紧起来！高燕上前搀扶她的母亲，同时她也用祈求的眼神看着我。梁初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就真的忍心见死不救吗？高燕的话让我感到一阵恶心。高燕，你也算是个人才，只可惜你的野心配不上你的才华，所以你还是好自为之吧。我并不想与他们过多的纠缠，绕过他们便准备离开。梁初，你这个贱人，我儿子哪点对不起你？你竟然如此狠心，见我要走，我那钱婆婆瞬间就怒了，她起身扑向我，看样子是想与我厮打。只可惜她老了，动作不灵活了，我轻易的便躲开了她。同时我也警告她，老太太，我尊老爱幼，但并不代表我没有脾气，你们好自为之。我的话说完，他们一家三口瞬间安静了。我知道他们现在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看着他们愤怒又无可奈何的样子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同时我也在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，梁初，你做得对，对待恶人绝不能心慈手软。高燕的公司最后还是倒闭了，而他也因为债务问题被法院限制了高消费。听说他们一家人最后离开了这座城市，至于去了哪里，我并不关心。而我的生活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半年后，我在父母的安排下相了几次亲，但最后都没有结果。大概是我还没有彻底放下过去吧。初，这个人是我们老朋友的儿子，刚从国外回来，你们见面吧。晚饭的时候，我妈将一张照片递给了我。照片上的男人西装革履，长得还算帅气。他叫陆景深，是个海归，现在在自己创业，前景还不错。我妈继续介绍道：好，那就见吧。我看着照片上的男人，心中竟然没有一丝的波澜。大概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吧。见面的地点是在一家咖啡厅。我到的时候，陆景深已经到了，他起身相迎，很是绅士。梁小姐，你好，我是陆景深。他伸出手，我礼貌地与他握了手。你好，陆先生。简单的寒暄后，我们坐了下来。梁小姐，我听伯母说你很优秀，见到真人，果不其然。陆景深看着我，眼中带着赞赏。陆先生过奖了。我微微一笑，并不在意他的夸赞。接下来我们聊了很多，我发现陆景深是个很有见地的男人，他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，这一点让我很是欣赏。梁小姐，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请你共进晚餐？临走的时候，陆景深看着我问道。好啊，不过我要先回家换件衣服。我欣然同意了他的邀请。晚餐很愉快。陆景深是个很健谈的人，而且他的幽默感也让我很是喜欢。梁小姐，我送你回家吧。晚餐结束后，陆景深看着我问道。好啊，谢谢。我并没有拒绝他的好意。一路上我们聊了很多，我也对陆景深有了更多的了解。他是个很有上进心的男人，而且他的很多想法都与我不谋而合，这让我感到很是惊喜。梁小姐，我到了，谢谢你送我回家。车子停在了我家楼下，我下车前对陆景深表示了感谢。不用客气，梁小姐，
我很期待与你的下一次见面。陆景深看着我微笑道：“我也是。”我回以微笑，然后下车离开了。回到家后，我躺在床上回想着今天与陆景深的相处。他真的是个很优秀的男人，而且我也对他很有好感。或许我可以尝试着与他交往看看。想到这里，我竟然有些期待与陆景深的下一次见面了。而我也相信时间会给我答案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